这种房子啊，看上去好好的，但就是卖不出去。为什么？为什么卖不出去？价格一降再降，甚至连看的人都没有。周杰伦知道吧？你让他来徐塘带个牌，找个中介文店去上班，一样卖不出去房子。看房的会多，因为都想见见活明星。这不光是在徐塘，全国3、4线城市都是这种现状。你不买，我不买，明天还能降200啊！你们现在把开发商逼的啊，自己砍自己啊，砍了300多万啊！这个房子啊，之前挂价1000多万啊，现在只要700多万啊。之前你买了70多万，现在是按55万说，已经赔了15万了，再加上税点的话，将近20万，房子亏了500万。他是21年1700万买的，现在房子值1200万，欠了银行1200万，一个月要还4万，贷款9月份到期，卖也不是，手也不是，断供也不是。也许你卖完了以后，下个月一出政策，房价涨了200万，那你就疯了。不交你买，不交你买，你就是不听。交房等了4年，一平米赔了5000，还不算你40万的精装修。5年的时间，这个房子赔了100万，你见过这样的房子吗？123个平方，只需要145万，单价11000多。这房子亏了200万，太夸张了。又是个3房，楼子又好，物质又好，房子怎么卖不出去？我想不通。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为什么现在中国的房子看起来完好，地段不差，却是一降再降，无人问津呢？无论是3、4线城市的刚需住宅，还是从1000万跌到700万的豪宅，都难逃挂而不售的宿命。开发商主动砍价3、500万，业主倒挂赔几十万，甚至断供边缘的案例层出不穷，而买家却始终冷眼旁观，不急不抢。这可不是局部的现象，而是全国楼市普遍上演的真实图景。房价持续下行，成交周期延长，法拍房激增，置换停滞，买卖僵持，大家都在等更低的价格，等政策的转向，甚至等楼市自己崩。一位北京的房地产业务员透露了一些其他中介与开发商不愿让大众知道的真相，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真相一的话，就是现在二手房市场的挂牌量是涨得厉害，实际成交价的话也是跌了不少。北京全网的二手房挂牌量其实已经突破16万套了。那新房开发商为了清库存各种营销手段真是花样翻新。而且现在北京二手房市场有很多业主都在悄悄降价，只是你没有察觉到，因为你看到的话是挂牌价没有动而已。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某格上面看不到成交价了？因为有些房子成交价格实在是太难看了，尤其是那些老破小、老破大，还有城市边缘板块一些房子，有的价格甚至直接腰斩。博主还指出尽管去年930政策短期内刺激了部分的销量，但是更多成交还是要靠开发商大幅降价促销实现的。随着金九银十购房旺季的临近，开发商为了促销，除了价格外，可能会在物业费优惠政策等方面做文章。买家需要擦亮眼睛，辨别哪些有真的优惠，哪些只是裸泳。另外北京楼市2极分化愈发明显了，非核心板块普遍失去了流通性，缺乏配套商业和医疗设施，房产价值下滑明显。在邯郸做房产销售的一位博主表示，现在很多房东只有血亏才能够卖出房子，实在是太悲惨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邯郸的二手房真的是没法卖了，房主们都已经崩溃了，而买房的人真的是已经疯了。房主要价100万的房子，你们猜一猜对方给出到多少钱？今天下午我带一个客户来看房子，之前这个客户也跟着我看了一段时间，房子来来回回看了有7、8次。今天看了一套春晖小区的一套二手房，觉得还行，就跟我说约一下房主来谈谈价格。博主指出见面刚开始，客户就直接报价60万，话音刚落，现场突然间是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愣住了。博主认为这个价格太低了，但客户的妻子却表示他们也是真心买，最多再给加2万。如果他愿意就签合同。房主听完脸色一变，什么话都没说，直接起身就走了。房东告诉博主，这事儿不怨你，我知道你也尽力了。去年这套房子有人出到90万我都没有卖，现在有人报60万，我怎么可能答应呢？这类事情在邯郸是屡见不鲜。从下半年开始，我敢说邯郸有90%的邯郸房东，就算跪在地上求着把自己的房子卖出去，都不一定能卖掉。因为咱们国家正在进行一个超级深度的改革，尤其是房产这一块，我在邯郸卖房5年，尤其是今年，我感受到特别的深。因为改革第一步就是房产去金融化，然后是教育去资本化，
最后让医疗去市场化，这就是未来的趋势。网友表示，未来邯郸至少80%的房子都逃不过价格塌方，最终会跌成白菜价。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查查，邯郸目前的二手房挂牌量高达了3.5万套，其中有一大堆的房子挂了2-3年，连个看房的人都没有，更不用提成交价了。挂着价是有，但根本就卖不掉。说白了呢，就是有价无市。你知道惠州现在有多少的那个二手房在卖吗？真的想把二手房卖出去，他要打多少折吗？现在把房子卖出去，你不对自己狠一点，看的人都没有啊。像20年以前的人呢，下手的朋友自己的一个首付他是已经是亏没有了的，而且还还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月供，想把房子卖掉，还是得往那个银行里面补钱，那现在都是资不抵债了。网友表示呢，现在就连中海保利这些片区内的明星项目，如今也不得不打5折促销，才有零星成交。曾经售价是18000的楼盘，如今8000多就能够买到。保利阳湾城甚至跌到了6000多。更离谱的就是，为了出货，开发商推出了各种手段，零首付、送装修、特价房，一套比一套狠。但即便是这样呢，仍然难以激起购房者的兴趣。其实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有钱人不缺房，没钱的人呢又担心买了还不起。对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呢，买房就像给自己在挖坑。而同样的局面也正在海南悄然发生。大家注意了，海南自由贸易港风光时间已定，很多人现在又在买进海南，大家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今天跟大家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海南85%的房子没有通证，根本卖不掉。像文昌、琼海、定安、屯昌、沧江、临高，还有儋州、海瓜岛这些地方，一夜之间感觉所有的人都在抛售他们的房子，租不出去。这个网友是一位从业13年的地产人，他表示，海南现在二手房市场的挂牌量创下了历史新高，有的房子挂了半年、1年，连一个看房的人都没有。你就算是愿意亏几万、10几万，甚至几十万，也不一定有人会接受。你敢5折挂牌，市场未必有人会理你。开发商也在频繁的促销打折，只为快速回款，赶紧套现。最近不少人又在讨论海南自由贸易港，说风口来了，房价要涨，是不是可以抄底了？但网友认为呢，自由港的建设确实在推进，但未来几年之内，它与房价之间的联动影响还没有那么快来显现出来。另外，像是沙河、唐山等城市的房产也正在大面积丧失流动性，变成了负资产。毫不夸张的说现在沙河有一半的房子都已经卖不出去了挂牌的出售的房子却是每天增加，成交周期呢却是越来越长，好多房子是亏本都是很难卖出去。而且现在刚需购房的人呢是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的这个房子呢已经失去了它这个流通性和金属属性了更别说投资价值了。整体新房、二手房的这个销售量都是很低的以后大部分的这个房子不单单是没有价值，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家庭的这个负资产。所以说呢，现在有买房子的一定要考虑周全再买，千万不要冲动去消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前消费。30年的月供是不能断，为了住，为了改善生活是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利率又低，房价也不高，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那就不要乱花这个钱，一旦买错了，估计你这辈子就很难翻身了。在唐山买房子赔钱赔的最多的一类人群是哪一类？就是他本身没有住的需求，然后在房价高的时候呢，看别人买他也买，跟风买房这批人，他本身没有住的需求，那房子早晚都得卖。现在资金紧张了，他不卖不行了，他们这类人是赔钱赔的最多的。还有业内人士表示呢，现在赔钱最多的其实是2019年到2022年间上车的一批房东。现在赔钱赔的最多的房东呢，就是19年到23年吧，2022年年底这一部分上车买房的业主，现在拿出来卖，他们其实现在赔的是最多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好多来卖房说我不想赔太多，或我已经赔了，能少赔点了。没有办法，市场主导的你因为不是说中介说怎么样，是因为你们本小区同样的类型同样的房子，他家确实比你卖的低，你说怎么着？博主还指出呢，现在的买家早就不是只看1、2套房的小白了，一出手就是30、40套的看，对行情议价空间甚至比部分的中介还要清楚。一旦卖家不让价，买家只会淡定一句不急，我们慢慢看。真正撑不住的往往是房东。如今的楼市早已转为彻底的买方市场，
过去行情好，房东临时涨价，买家都认。现在你不降价，别人就买隔壁那套。一个小区上百套在售，买家挑到眼花，价格、税费、交房细节样样要谈，房东承担个税更成了常态。那么说到底呢，市场已经是变了，价格不到位，一套都卖不掉，价格一落地，立刻就能成交。真正危险的是还在做高价梦的房东，想卖就趁现在还能够出手，赶紧处理，别想着卖完再买回来投资。现在行情可不支持，现金才是最硬的资产。现在做房地产中介是越来越难了，挂牌量日益增长，成交周期也是越来越长，成交佣金越来越低。有时候你挂牌挂个3个月、4个月都没人问，很正常。什么原因呢？第一是你这儿的房子它的需求量变少了，第二呢，可能是你的房价还是挂的比较高一些。那以后呢，想卖房子，只有符合这3个条件，你可能才会卖出去。第一呢，就是你的房子同小区同位置来比，你比他们都便宜价格。第二呢，就是你这个位置上呢，确实还有一定的需求。第三呢，你还要给中介付高昂的服务费，你不给就不给你卖啊！现在已经成为这种状态。外界分析认为，现在要想把房子顺利卖出，几乎成了一场硬条件博弈。同时呢，必须满足多个选项。现在房子最难卖的根本原因就是价格没有到位，别总盯着所谓的市场价，现在的行情只有接盘价。你要总计较买房的成本，那不如自己留着住。要是房子空置着，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贬值。有些业主嘴上说着不差钱不着急，可既然这么洒脱，干嘛还要挂盘出售呢？一边宣称不差钱，一边又纠结价格，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更别说那些总强调当年买房多贵的，想想看，大哥大当年还卖1万多呢，现在不也淘汰了吗？说句掏心窝子的建议，诚心卖就随行就是，别跟钱过不去。真不差钱就留着，等个810年，说不定有惊喜。心理学教授周明指出，当房价下跌超过了20%，有超过70%的人会选择鸵鸟策略，拒绝接受任何不利信息，这也成了当前市场僵局背后最深层的心理根源。而在另外一边，供需结构也在重塑。住建部数据的显示，目前城镇人均的住房面积已经达到41.8平方米，而25岁至34岁的刚需群体较5年前锐减了17%。而与此同时，2025年的上半年，法拍房数量同比飙升了43%，原本应该活跃的置换需求也被阻断。经济学家马光远也指出，市场不是没有买家，而是没有符合业主心理预期的买家。北京西城一套学区房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房主连续7个报价，最后等来的却是学区政策调整的通知，前功尽弃。现在回头看，这场房地产的去金融化进程远比预期要更猛更快。据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居民资产配置报告表示，中国家庭资产中房产占比已经从2018年的78%下降至2025年的61%，而且仍然在持续的下滑。有人甚至将房地产类比为赌石游戏，乍看是有暴利，实则多数是一场精心包装的期待陷阱。房地产从根本上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去云南跟团旅游的朋友一定会经历过一个环节，那就是赌石。工作人员会跟你讲啊，谁谁谁开出了一个什么极品，价值多少多少钱的啊，然后你就莫名其妙了，花了几百几千甚至上万的去切了一块石头。我以前也是花了几千块钱去切这个东西，抱着好奇的心思啊，结果石头一切开之后啊，实际上是1分钱都不值的。那你以为就到此为止了吗？为了让你再次消费，还会有托呢。这个时候说，小伙子啊，你这个开的好啊，开涨了，你要是做个手镯、手串、挂件什么的，这个价值肯定不菲呀。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心动了，人家隔壁就是加工厂啊，再从加工费上狠狠的敲你一笔。等回头你想卖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根本没人要，这个时候你才反应过来被骗了，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博主指出，房子并非是一文不值，它依然具备居住的实际价值。新房就像那块未切开的石头，标价透明，而一旦买到手，就变成了二手房，价值回归实际使用属性。而至于市面上常说的涨价、加工费等说法，不过是鼓励持有或吸引更多接盘者的借口罢了。很多人仍幻想着房价会持续上涨，我并不反对新房价格有上涨的可能，但这与二手房的价格并无直接的关联。
二手房的价值主要受时代货币购买力的影响，最终难以跑赢通胀，终将沦为一种消耗品。全国总人口不再增长，甚至在减少，每卖出一套新房，实际上意味着有人深陷买房泥潭，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够爬出。虽然有人仍抱有房价上涨、资产翻倍的美梦，但时代已经在告诉我们，该醒了，该散会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